当你走在街上，突然看见一个奇怪形状的图案，像这样的，你正见证着一件伟大事件，但是你一定要站对位置。这个发生的原因就是画中运用了歪向原理。歪向是透视艺术中特殊的一种，艺术家会造就3维的效果，在的是2维的平面上。虽然如今这十分常见，这种透视画法在意大利文化复兴时代才开始兴起。古时的画作中的物品多是平面的，以大小的不同来使人们认识到其重要与否。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艺术家觉得，他们可以将一样物品的距离感以把它们画小些来展示，但早期对这种透视方法的尝试多数是不连贯和不正确的。15世纪的佛罗伦萨，一些艺术家发掘了透视的假象可以被更好的方式来达到，借助的是数学理论。在1485年时，达芬奇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创作了史上第一幅歪向画。而后很多位艺术家也学会了这种技巧，比如说 Hans Holbein 的大使们。这幅画作中有一个扭曲的骷髅头，而从侧面就可看到正常的头颅。为了领会艺术家是如何造就歪向，我们必须先理解透视绘画的基本原理。试想一下，往窗外望去，光线从物体的表面反射，透过窗户射进眼睛中。现在想象一下，把看到的影像直接画在窗户上，同时要立正不动，并只睁开一只眼。结果会和实际景象一模一样，你的大脑已经把加深了这2维图像的维度。然而，这种视觉效果只限于从这一点看去，当向一旁移动一点点时，这种3维效果便会消失。艺术家认知到了透视画作就是在2维平面上的投影，这让他们运用数学来达到透视的基本原理，让他们在没有窗户的情况下也可以作画。原理之一是，这样的平行线需要和画布的表面平行，不然的话，从正面看，就要将它们画成在某点相交，这一点被称为消失点，这就是透视画作的标准之一。像大使们这幅歪向画作，正对画作时看到的是扭曲的图像，但是往旁边移动到一点，就可以看到正常的骷髅头像。用刚刚窗上作画的例子来解释，骷髅头就像是从侧面在窗上作画一般，并不正对着窗户而画上去的。但是，这并非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创作歪向画的手法，他们通常会把一个正常的画像画在一个平面上，用光来照射，和网格甚至是线来将画像在一个角度投影在画布上。假设你在人行道上创作一幅歪向图，你想引起别人的错觉，让他们以为一幅3维的画作无缝衔接在了人行道上，你可以先将一扇窗户直面人行道，把图像先画在窗上，应该与后来的图像有着相同的视角。这将会运用到透视的基本原理。当画作完成后，你可用一个投影仪放置在你眼睛的位置，来将你的画作投影到路上。你可以用粉笔将轮廓描下，人行道上的画作和窗上的画作在某一角度上基本上是不可分辨的，所以观看者的大脑会再一次被欺骗。他们会认为在地上的画作就是3维的，这种错觉不单单可以被投射在单一的平面上，还可以投射到多个平面上，也可以透过堆凑很多物品来形成错觉。从合适的视点还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，世界各地有很多马路被画上奇形怪状、栩栩如生的图像。无论从人行道上还是在电脑上观看，这些画作都是因为数学原理和透视法则结合后创造出的无限可能。TED-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。通过向我们的 Patreon 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。